嗨，大家好，我是 Liv。我们现在在伦敦的国王十字车站，这里是前往霍格华兹魔法学校的9又3/4月台。好多人都特地来这边拍照打卡，工作人员还会教大家怎么摆姿势。旁边就是哈利波特的专卖店。里面的商品真的超级丰富。哈利波特真的是小时候的回忆，印象中以前还有同学边上课边在桌子下偷看。这间店有很多限定商品，只有这里才买得到。感觉现在已经有很多小朋友没有看过这一类的书籍了。店内就是仿照书里的魔杖店奥利凡德设计的。如果是魔法迷，一定不能错过这里。等一下就要搭车离开伦敦啦。我们要搭下午1点的欧洲之星去比利时的布鲁塞尔。等待的时间来逛逛站内的商店。这间是伦敦的周边纪念品店，对面是比利时的巧克力品牌。旁边还有知名的英国香氛品牌，英国的皇家御用茶叶这里也买得到。每一个看了都好想买，但实在是带不走。顺便来逛逛旁边的超市，这一间是属于中高价位的超市。主食加零食还有饮料的套餐是6英镑，还可以接受。前几天我们在超市买了米布丁，真的是到现在都还念念不忘。伦敦的超市价格和东京有一些超市是差不多的，所以如果来伦敦想省点餐费，超市真的是很不错的选择。从伦敦到布鲁塞尔搭欧洲之星大约2个小时左右会到。这次的座位一样是1等舱，有提供冷餐，一共有2种主食可以选。没想到餐点都意外的很好吃，饮料跟红白酒都一样可以一直续。这一次只会在布鲁塞尔住1个晚上。欧洲之星到达的车站是布鲁塞尔南站。为了移动方便，我就订了附近的饭店。没想到布鲁塞尔成为我这趟欧洲旅行中最想逃离的一个城市。我们刚已经放好行李，现在走到了布鲁塞尔的市中心。其实从饭店走到这里的路上，我真的不敢拿起相机拍。简单的用 Google 地图说明一下路上的情况。我们要从饭店走去找尿尿小童，就按着 Google 给的路线走。其实我们一出车站就看到很多人在路边尿尿，推行李的时候也是努力的避开地上一滩一滩的尿。路上就是充满了浓浓的尿味和大麻味，真的没有夸张。而且走在路上的时候，很明显的能感觉到旁边不友善的眼神，可以看得出这附近都不是本地人活动的地方。大多数的居民应该都是移民或者是难民，反正整个街道上的氛围真的很怪。所以我真的不敢把相机拿起来拍。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它正在施工，但实际上的状况比 Google 街景还要脏乱。虽然我们到的时间是下午，天色还很亮，但是真的能感觉到这里不是安全的区域。20分钟的路程，基本上我都是用快跑的速度在前进。市中心有很多人站在酒吧门口喝酒，商店卖的东西也是蛮精彩的，可以感觉得出来布鲁塞尔是一个很开放的城市。但说真的，这跟我想象中的比利时真的落差蛮大的。现在来跟尿尿小童拍个照，基本上是一个1分钟就可以结束的景点。本人很小一只，很容易不小心就错过。旁边全部都是啤酒馆，
不知道大家对比利时的印象是什么呢？我的话应该就是巧克力、蓝色小精灵和松饼。其实才刚到布鲁塞尔不到2个小时，我就感觉自己很想要离开这里。一路上走来真的是又害怕又失望，连我先生是胆子很大的人都觉得哪边好像不太对劲。明明是市中心，也几乎没有看到有警察在巡逻。感觉来这边观光真的是要心脏很强。晚餐我们订了布鲁塞尔猪肋排吃到饱的名店，店内的气氛很棒。这间店的猪肋排吃到饱，一个人是24.9欧元。这一份里面有烤马铃薯、整条的猪肋排和解腻的腌菜。另一份我点了烤鸡肉串。肋排跟烤马铃薯都是可以无限吃的。真的是超级适合肉食主义者来补充蛋白质。猪肋排烤得很香，味道很像 Freddy's 的味道，而且酱汁是甜甜的酱汁，真的很不错。烤马铃薯的味道也很浓，上面淋的酱汁和烤得松松的马铃薯超级搭。烤鸡肉串是鸡胸肉的部位，也蛮香的，但就是有点干，还好有附上蘸酱。配菜是紫色的高丽菜沙拉，非常的解腻。服务生会一直端着一大堆的肋排和马铃薯，问大家要不要续加。印象中好像没有限制用餐的时间，但其实正常的食量加第2次也差不多饱了。不过续加的肉感觉比较干，可能也是看运气，但整体来说好吃，价格又合理。大家看着影片可能闻不到，但大麻烟的味道真的是重到一个不行。我一路上真的是情绪很差，脸臭到不行。尿尿小妹在一个小的巷子里，会有尿尿小妹是因为有一位餐厅老板觉得只有尿尿小童的人感觉好像性别不平等，所以才另外设计了尿尿小妹。但老实说，真的不是很好看。据说附近还有一个尿尿小馆，我就不去找了。现在我们散步来旁边的大广场，它被誉为欧洲最美的广场之一。终于有一个比较大气的景点了。广场周围的建筑全部都打上了淡紫色和金色的灯光，不得不说真的很美。真的可以不用特别去看尿尿2人组，但一定不要错过广场的夜晚点灯。站在这里，感觉对这个城市的怨气都消除了。金色和淡紫色的建筑搭配天空上渐层的蓝，真的好梦幻。接着我们来到旁边的圣修伯特拱廊街，这里建于1847年，是欧洲最早的有顶购物长廊之一。商店街里有很多精致的商店，
逛了一圈，还是觉得巧克力店最精致。每一间店都是不同的风格，有很多特殊造型的礼盒。空气里都是巧克力的香甜味。在这个狗廊内，至少有5间以上的巧克力品牌，光用看的心情就很好。旁边还有很多家饰店和咖啡厅。最后，我们从这里回到饭店，也是用飞奔的方式。今天是布鲁塞尔的第2天，其实本来想一大早就直接搭车去阿姆斯特丹了，但想说再给他一次机会，看看白天的风景有没有不一样。我们想要去欧盟总部附近的区域看看，今天刚好碰到5一劳动节，街上的人潮也比较少。这个地方是艺术之丘，但自从看过了凡尔赛宫的花园之后，都觉得这些都是小小公园。在布鲁塞尔的中心耸立着一座见证1000年历史的地标——圣米歇尔及圣古勒大教堂，是比利时最重要的教堂。这座教堂是布拉班特哥德式的建筑风格。比起哥德式较为低调优雅。比利时皇室的婚礼和国葬仪式都是在这里举行。没想到在布鲁塞尔藏了一个这么宏伟的教堂。其实昨天晚上从市区走回饭店，真的是一路上胆战心惊，旁边的店家都弥漫着奇怪的烟雾和味道，还好我们平安无事的回到房间。现在坐在这个庄严的教堂，想着路上的一切，真的是天堂和地狱的差别。而且在大热天进来教堂，不只是心灵，连身体都得到了救赎。现在我们要走去布鲁塞尔皇宫，这附近的环境比较像印象中的欧洲国家。布鲁塞尔皇宫平常不对外开放，只有夏天7月底到9月份会免费开放参观。如果看到国旗有升起，代表国王在里面办公，感觉没有像白金汉宫那样戒备森严。其实布鲁塞尔真的不大，主要的景点都是走路半个小时就会到。但感觉贫富差距真的是蛮明显的。大家应该知道，欧盟和北约的总部是在布鲁塞尔，因此我想象中的布鲁塞尔是干净又安全的城市。实际上来看，可能只有欧洲区的周围治安会好一点。这里是欧盟总部，看起来其实也是蛮朴实的。最后，我们来到欧盟总部附近的50周年纪念公园。这里是1880年为了纪念比利时独立50周年所建造的。我们待会要搭下午3点的火车去阿姆斯特丹，现在来吃布鲁塞尔的最后一顿饭。
来想要点淡菜来吃，但餐厅说这个季节淡菜太小，所以没有提供。前菜点了3种不同的炸丸子，有点像可乐饼，每一种都很好吃。虽然布鲁塞尔的环境真的不太行，但这2天吃的餐厅都没有踩雷，也是旅程中值得开心的事情。I call to the mountains sitting across the bay. Morning comes always steadier than yesterday. I take the stillness as a sign to write a song about things we've done and the things still to come. Flowers in the plenty, coloring in the view. Red sunburns late Sunday afternoon. Talking for hours about the places we have gone, and things we've done, and the things still to come. It's high tide, high tide, high tide. The 2:43. Old trees with orange leaves, they take me to a place. To be by your side, I would run all night and day. Tall pines and fall lines, I'm glad that we are home.